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未来，我是 Grace。如果人生是一部戏，有谁不想当这部戏的男主角或者是女主角呢？最近 Netflix 上面有一个剧非常的火，就是估计大家已经猜到了，《鱿鱼游戏》。很多人应该都已经看过了，到最后呢，只有主角是活了，然后其他人都挂了，对吧？那其实 Neville Goddard 也说呢，你在你的人生中，其实你就是你人生的主角。那我知道，可能有的朋友听到这儿的话，就会觉得心里有一点犯嘀咕，说我要是主角就好了，为什么我觉得我连活得像一个群众客串演员都不如？我觉得我就完全是生活的小透明啊！别说有掌控感，就是一点掌控感都没有。会不会有朋友是这样的觉得？那今天呢，我要分享内容，说到这儿我都觉得有一些热血沸腾。今天我们要分享内容就是如何让你自己成为你人生的主角，就是如何成为你生命的 main character。那不管你现在走在你人生的哪一条路上，或者是说走到了哪里，与哪一个配角绑定在了一起，都没有关系，你都可以从你脚下的现在成为你生命中的主角。说起人生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怎么就感觉就突然被生活恶意的伤害了呢？怎么就被生活给碾压了呢？关于什么人生的目的啊，人生的意义啊，又觉得我也不是一个哲学家，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想这些感觉比较空的问题。因为最近呢，我也在跟大家分享 Neville Goddard 的书嘛，我觉得今天在开场有必要跟大家提一下 Neville Goddard 对这些问题的看法。那 Neville Goddard 呢，他对于人生的目的有两个诠释，他认为在众多的人生目的中，其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他认为第一个就是要去觉知，去学会去觉知比表面呈现更深层次更重要的东西。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要去认清楚自己内心真正的渴望，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那他又说人生是个游戏，对吧？我们肯定会想，如果人生是一个游戏的话，我至少需要知道人生游戏它的规则是什么呀。但是呢，其实呢，规则不管它是简单还是复杂，更重要的是都需要我们自己去用一生的时间去不断的去实践去摸索。那有些朋友经常把生活很残酷挂在嘴边啊，但是你看一下和鱿鱼游戏里面的规则比起来，我们的生活已经算是比较的温柔了。你看鱿鱼游戏里面一个规则弄不清楚，你当场就下线了，对吧？而我们的人生呢，至少还给了你一生的时间去探索，一生的时间去实践。不管是鱿鱼游戏也好，还是人生的游戏也好，我们都不可否认呢，你的想法非常重要，因为你的想法就会决定你要决定和谁组队，你的计划是什么，你的策略是什么，你的行动又是什么，而这些呢，都会影响你是否能够达到你这个人生的目标，或者是游戏的目标。那么这也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关于如何成为你人生主角的第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你的 inner talk， 你的内在对话。说到想法，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我们自己的想法就是无拘无束、天马行空，我想到哪里就可以到哪里的。但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你的 inner talk。其实你的想法并不是那么像你想的那么自由的，你的想法呢，它都局束在一个框架里，它是遵循着一定的轨道的，而形成的这个轨道呢，就是你自己的内在对话。至于我们内在对自己说了什么、想了什么，都会直接的决定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们能不能够去达成我们既定的这些目标。那么因此呢，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内在的这些心理活动，我们到底自己在脑中对自己说了什么，要非常的谨慎。你要去察觉、去看见你自己内心的活动到底是什么，你到底是想了一些什么东西，而这些都会直接的去影响你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就好像鱿鱼游戏中，大家还都记得那一个拔河的游戏吧？就是双方拔河，如果输的那一方就会从这个断桥上掉下去。那大家首先他的一个框架在就是，那我一定要和强的人组队，就是我肯定要和男性组队。那你可以看到主角他们这一队呢，不但有老人，还有3个女性，而对方呢都是男性。那大家在这个游戏之前都觉得主角他们这一队就是肯定要下线了，但是呢，
这一队里面呢，就是因为有一个很有经验的老人，他呢告诉大家如何去交叉站位啊，如何在最后的时候要往前进，让对方摔倒，然后再往后拉，他们就能够有胜算的机会啊。是他教了大家，从而转变了大家这种内在的心理的活动。这其实呢就是一个 inner talk， 就是一个内在自我对话的转变。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这个老人他之前是有很丰富的拔河经验，所以他知道其实如果他们的策略很好的话，他们还是有胜算的机会的。因此他把这个经验分享给了他同队的人，就改变了他们内在的心理活动，就让他们产生了信心，然后就能够就在大家都很不看好的情况下赢得了这个比赛。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那是因为他以前有拔河的经验，对吧？那对于没有拔河经验的人，首先呢，他们存在的一个思维的框架就是，那我一定只有强壮，我才能够有赢的胜算，因为他们之前没有这些拔河的经验。那朋友们可能会说，这就和我们生活中很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做每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之前都有很多的经历，有很多的经验，我不知道如何去把这件事情做好。那这种情况下，我如何去改变我内心的活动呢？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我如何去改变我内在的思维呢？这种情况大家一定要记住，你自己对你自己说了什么，它就会成为你自己接下来这种思维活动的一个区域。如果你就盖棺定论，你就认为只要我们队没有强壮的人，我就肯定不能赢了，那这就会变成你接下来所有思维也好，策略也好，它的一个框架，你就把自己的思维局限住了。我们总认为这世界上只存在两种事情，第一种就是你知道的，第二种就是你不知道的。但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一种事情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就是当你遇到一个生活的难题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解决，但是你不要在你的内心的对话里就告诉自己啊，我完了，我没有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告诉你自己，即使你现在呢还看不到解决的办法，但是这个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是有经验的人的，一定是有成功的案例的，一定是有解决的办法的。而这一点呢，如何去掌控你自己的这种自我对话 inner talk， 就是你成为你人生主角的第一步。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现在前进的方向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或者是说你不知道自己在游戏中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还是不利的位置，这个时候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是你可以往内看，看看你内在的自我对话，你脑海中的声音是什么，你就可以判断你自己的位置和目标之间的关系和差距了。那说到目标呢，我们就要引出我们今天第二个如何成为你人生主角的关键因素。你要意识到你的目标从来都不是别人，这是一个你一个人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你要想赢得这个比赛，你就要以一个赢家的姿态出现。Neville Goddard 他也分享了一个他的故事，就是他和他的一个很成功的商人朋友有一天就是聊天，聊到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商人朋友就跟他分享了一个故事。他说，关于很多人都来问我，你怎么这么容易就达成你人生的目标啊，或者是说你自己为什么做得这么成功啊？他说我都会跟大家去分享这一个故事。他说教会我什么是真正的目标呢？其实是我14岁的时候的一件小事。当时呢，我们在参加一个很重要的跑步比赛，我知道有一个对手和我之间实力相当，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所以说我跑步的时候呢，我就一直盯着这一个我自认为是对手的人。结果快到终点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就是第三个人，他从来都没有把对方当做对手的一个他觉得不怎么厉害的对手，突然就从后面窜上来，超过了他们两个人，成为了冠军。他说从那以后他就意识到他的目标从来都不是别人，就像如同他人生中的目标，我人生中的目标呢，是如何站在一个已经成功人的角度，我去更有意义的去支配这些钱。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内在的声音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呢？他的内在声音的前提是，我已经完成了我想要达到的目标，我以一个赢家的姿态出现在我的人生中。那你想，如果他的内在对话是我要如何去竞争，我要是如何去打败对方，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
转移他对目标的注意力，而且会激发他内在一种很缺钱的感觉，这就无形中呢会对他实现目标设定一个精神的障碍。那我们在生活中呢，你们的目标也不是任何人，绝对不是你的竞争对手，因为在这个生活中呢，你的竞争对手会有非常的多，你没有办法去一一的去注意他们，而你的目标呢可能只有一个，所以说你人生中的目标呢是要以一个赢家的姿态去站在这个游戏中去思考，我究竟应该怎么想怎么做，而不是说把你的目光放在别人的身上。那如何成为你人生主角的第3个关键因素就是 be doers of your word, not hearers only。 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去设计你的内在对话，而不是只是当一个聆听者。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你的内在对话呢就会变成你一个思维的框架，它会局限你去思维的这个范围。那当你认为你不喜欢你现在的轨迹的时候，你不喜欢这个既定的轨道的时候，你就是可以去主动改变的，你并不是说对你的这个内在的声音是完全没有掌控的。 Neville Goddard 在他的书里也分享了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女士，因为她和她儿子太太之间有一次非常大的争吵，就双方闹得非常不愉快，所以她的儿媳不允许她见她的孙子，然后这2家人呢就有2年的时间都没有联系，可想而知呢，老太太内心是非常的怨恨她这个儿媳的。但因为她也听了 Neville Goddard 他的这些课，然后她也会觉得说，那既然我现在也无计可施，我说什么他们都不愿意和我联系，对吧？那我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我内在的对话呢？是不是因为我自己内在对他的这种刻板的成见，或者是说我内心对他的这个怨恨，就是局限了我的这个世界呢？于是呢，他就开始每天晚上呢，他就开始想象，他收到了2封信，一封来自于他的儿媳，一封呢来自于他的孙子，就是一个和解的信，就是决定双方要重新建立家庭关系。这个时候他内心也是感觉非常的温暖和愉悦。他这样想象了8天以后，他觉得好像对他的儿媳这个怨恨已经开始慢慢的消失了。第9天的时候，他打开信箱，发现信箱里真的有2封信，就是和他想象中一样是和解的信。那他这个时候才意识到，你内心的想法，你内心对别人的想法，可能呢就会成为你人生的一个轨迹。那他这个时候就意识到，也许他真的通过了他自己这种内在的 inner work， 就是内在的努力，改变了自己人生的轨迹。莎士比亚说过 I can be either teach 20 what were good to be done, then be one of the 20 to follow my own teaching.